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叶思敏。先欢迎我们的来宾，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苑老师。思敏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。思敏好，各位晚安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特别来关心，讲了很久 AI 在美国是否会泡沫化，这一回真的好像从股市的反应，好像已经正式引爆了。等一下会来做解读，怎么一回事？因为美股现在血崩哦，整个华尔街陷入在恐慌情绪当中，也影响到了亚洲股市。等一下一起来做关心。另外，美国的政府关门已经进入到史上最长的天期了，包括现在美国的房市也暴雷，美国陷入在经济核冬天。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关心，包括了川普的民调正式的崩盘。好，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。美股 AI 遭到血洗，费半崩盘，亚洲股市现在也在大逃杀，包括了日本跟韩国股市，我们都可以看出出现了史诗级的一个暴杀，就是发生在昨天晚上崩跌哦。矽谷梦变成噩梦吗 ？AI 泡沫，我们今天会来讨论是否已经正式的引爆了。第二件事情，美国政府创了全天期的最长纪录，现在房市也冻结，中产阶级不只是这些低收入户，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也面临崩盘，连辛苦这一位是存了5年前的这一位40岁，他是一位公关的白领，本来已经买好房子，存了5年的钱，现在又说要把房子给退回去，因为没有钱付了。好，等一下也会一起关心美国的房市也出现了问题。最后是来关心的是川普的支持率已经暴跌到了谷底，是否影响到明年的期中选举？美国会不会走向内战的边缘？因为经济的危机所爆发的，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。赶快来看到美股4日的血洗，美股4大指数全数暴跌，尤其费城跌到了291点。现在呢，恐慌指数持续的蔓延哦，狂飙了20%，整个华尔街陷入在 AI 的恐惧里面，包括了一些重要的科技类股，不管是辉达，不管是特斯拉、台积电 ADR， 在4日晚间是全数的覆没哦。那么我们来看到台股盘中同样的是暴跌了。一度是达到700点，韩国股市更惨了，直接重挫5%，甚至直接触发了熔断机制。日经则是惨跌了2000点。怎么看？专家怎么说？麻省理工学院早就先前就已经示警了，他说目前美国有许多的 AI 公司，重点的问题就是95%的这些生成式的 AI 公司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盈利啊，包括很重要的科技大厂微软还被爆出财报藏着亏损哦 ，OpenAI 上季恐怕惨赔金额高达了115亿美元。而现在呢，另外一位出来示警的，就是当时成功预言会发生这个金融危机的这一位，同时也是电影《大卖空》的原型主角 Michael， 他出来讲了，他说他们的基金公司啊。80%的仓位现在都在做空这些 AI 类股，不管是辉达或者是美国大数据公司的股票，做空金额高达了10亿美元，就是这么的不看好美国的 AI 产业。那么包括了美银现在也做示警了，这个 AI 的泡沫，他说实在是太大了。要求这些投资人们，你们注意了，接下来如果要投资中国股市、投资黄金，或许真的比较安全。AI 股这一回暴跌哦，正式的开启了鸣响声，泡沫四起。矽谷这一波是科技新创，还是金融幻觉？泡沫正式上演了吗？苑老师怎么看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哈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索罗斯的投资哲学》啊，里面专门就解释泡沫是如何发生的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个索罗斯讲的情况的话呢，是针对于他所有美国股市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。他讲泡沫发生的主要理由啊，就是3个，第一个是过度预期啊，然后第2个是过度乐观了，第3个的话呢，就觉得说是股票换钞票是天经地义的关系。这3点的话呢，你过度预期的话，这个 AI 就已经着眼了嘛，好，那过度乐观的时候呢，这个乐观的话一下转为悲观了。这个从悲观呢 ，OpenAI 啊，Sam Altman 啊，他自己很明显的讲啊，他自己说的这个钱呢，1200亿都烧得光光的。然后呢，最近呢出现一个消息啊，就是这个OpenAI 跟这个 Amazon 要结合，是1.3万亿美元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然后呢，这个 Amazon 啊，马上上涨了4%，大家就会发觉啊，第2点呢。就是大家对于 AI 过度预期，所以导致那个股票会变成钞票的想法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呢，就会发觉说这种现象啊，虽然不能够像是1929年了，但是有一点呢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 AI 呢，它这个让人呢，它这个本梦比太高。
啊，它的成本跟它这个梦想啊，这个差距太大啊。上礼拜的话呢，我在这个节目中也谈到。我始终都不觉得 AI 对我个人来讲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唯一的话呢，我就是希望就是说，因为我常常被 AI 骗，我每次买机票的时候啊，只要你同一个那个点啊。看了第二次一定比第一次贵，那看第三次更贵。那后来买到最贵的，我去上海一次，居然买到2倍的价钱啊！我买完以后再一看，他们又回到原来价钱，就被 AI 骗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。所以我现在的话呢，就是想办法克服 AI， 就跟他斗智啊。斗智的话呢，就是第一个的话，原来会骗我的 AI 我就不用；第二个 APP 的话呢，我不打算买的用。然后呢，参考这个价钱一比较以后呢，他学老师了，他就不敢乱骗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在目前的现状当中 ，AI 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要如何获利，它从来没想清楚过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大家知道百度原来1度大家很少用，觉得说没什么用，但是现在所有的社群引擎全部都是 AI 的，以后通通都非常好用，但是也仅止于提供资讯而已。那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呢？没有。而且的话呢，大陆的 AI 事业的话呢，做了2件事情，让美国的 AI 世界极度有可能变成泡沫。第一个就是开源，第二个就是免费。哇，这个来讲，像那个 DeepSeek 的话呢，它的开源加免费，所以导致于那个 OpenAI 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这个赚钱啊，没有办法赚钱的话，大陆为什么能够撑得住？政府在撑啊，这个政府基本上发展就是拿 AI 当成了一个整个国家发展的计划。那美国现在也是国家在撑，但是只是嘴巴讲。那另外的话呢，那个川普上下还要捞一手啊，要强调啊，就是打压中国的科技啊，打压这个不准在中国的发展啊，然后另外又鼓励啊，这个不能卖，那个可以卖的什么。增加了非常多贸易的壁垒，所以黄仁勋讲的是对的，就是说你真正要能够了解 AI 值多少钱，你一定要让它自由开放，你这样子才能够知道真正的价格。现在最大的问题，我觉得美股在面临泡沫的时候，这个泡沫发展的事情是高高低低起伏，但是整个趋势来讲是往下落，直到有一天突然 crash。啊，那突然 crash 的时候呢，出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。我这边要特别强调，黄金其实讲起来的话呢，并不是一个真正很好的投资标的，因为它没有利息。那美国现在的话呢，就是美元还是有相当好的利息，但是中国的市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中国市场慢慢起来，从香港开始一步一步起来，这个大家心里就很明白了。是好，这一波在4日爆发的美股暴跌，会不会就是 AI 正式的泡沫化的一个开头？还有接下来对于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的影响，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做解读。那另外刚刚讲到的对实体经济消费的影响，我们要来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关门到现在已经是突破了最长的天数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包括了房地产市场，另外一个经济的火车头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样子的冲击呢？我们赶快来看到说这一波的这个通膨海啸，除了重击到低收入户，已经一起蔓延，影响到的是中产阶级。来自于《华尔街日报》最新的报道，他说，美国今年9月份购屋啊，本来已经决定要购屋，但是后来又决定取消的数量暴增了，较去年同期暴增了13%。他说，现在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陷入在美国冻结的一个状况。房仲网更是说，现在这个待售的房子不断的飙升。以前美国人买房子前几年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还是抢着买房子的，没有想到现在待收的屋量突然间一下子飙升。这个重点就是卖家看到说，没有人买房子了，他们也不愿意卖房子，因为他们也不想降价，所以看到9月他们已经下架量，这个待售的房屋下架的量已经暴增了52%。这一位是真实的惨烈的故事哦，她是一位美国40岁的女公关，原本她有非常好的工作，那么不断的存钱，存了5年的时间，她打算在田纳西这边买房，没有想到在过户前哦，却因为美国的经济问题不好，导致她就被裁员了。裁员之后，她就没有钱可以持续的来付房贷，于是她决定退房哦。他类诉说自己努力5年，在这一夜之间，突然间努力全部归零了。好，我们看到那政府关门的损失到底有多大？每日损失现在是150亿美元，来自于财长贝森特的说法。他认为美国的房市可能已经陷入衰退了，主要就是因为联准会到现在还是不愿意大幅的降息呀。我们来看到 CNN 最新的民调，川普支持率跌到了37%，负评现在高达63%。主要原因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谈了非常久的60%民众抱怨说，美国的经济变烂了啊，都是川普你搞出来的。请教干哥又怎么看呢？接下来方式火车头对美国经济还有老百姓的冲击为何？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？民调掉到如此低，美国社会撕裂是否加剧？怎么看？你会不会觉得这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前兆？那种感觉，
好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我就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受害者，不过我跑得快，改天有空再跟大家讲那个故事啊，我跑得快。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现在这个女公关她在田纳西买房子，她因为被裁员，为什么被裁员？因为联邦政府没钱了，所以联邦政府现在 shut down， 它不运作。它在不运作的情况底下，你觉得你下个月还有这个收入吗？你能够缴得起房贷吗？所谓次贷危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银行把这些不良的贷款的这些房子，把它包装以后，再分割，再卖出去。你知道美国华尔街他们多会包装这样的东西吗？明明是不良的债券，不良的那个债务，它可以把它分包。有时候我跟你讲，它可以包成 A、B、C、D 各种等级，它可以不断的分包出去。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有讲到那个谁，我们有讲麦可贝瑞，麦可贝瑞就是当年2008年的时候，他就看出，当时美国的房地产飙升之热到他说这不可能，我就是所有人都说，像现在大家说 AI 好 ，AI 妙 ，AI 很棒，他那时候就说，就像当年美国的房地产。在往上飙的时候，他一个人站出来，他说不可能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跟你们对坐，我跟政府对坐，我做空。结果是什么？对，结果他赢了。对，结果他赚了多少钱？我可以现在告诉各位，他赚了19亿美金。在当年没有一个人赚钱，只有他赚钱。为什么？他做空嘛。他做空嘛。他现在看到美国政府这样子，麦克贝瑞他已经开始做空了。他做空10亿美金。他说：“我看着 AI 倒，他竟然有这么大的那个决心跟意志，就代表说他现在也看着美国的房地产会不会走回2008年那个老路？为什么？因为川普他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没有等到黄河啊，没有看到黄河啊，他眼泪不会掉下来，他一定要看到黄河，他心才会死啊。走到黄河面前，知道说自己要跌进去了啊，不行，要赶快想办法拉回来。”不要等一下，我跳进黄河，我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可是这个不叫背水一战，韩信到了黄河，到了淮河前面看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回头打的话，你就是跳到河里面，那2个都死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当然拼了嘛。现在的情况就是说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一般的老百姓没得拼了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好好的一个女公关，她的年收入大概可以到达的这个大概将近是50万多的美金，结果他现在干嘛？他说这房子我不能买了，为什么？这房子我买了以后我付不起了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整个美国的产业跟社会现在到了不平衡的。我再讲一下 AI， 就是 AI 就是一个什么 ？AI 就是一个你完全不知道，不确定性远远大于那个可获利性。就是说它的不确定性，95%的企业投进了 AI。但专家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当专家跟散户都搞不清楚 AI 的未来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这一件事情有多可怕。对，因为两边都不知道说将来到底会是怎么样啊。他说，一般我们讲风险指数啊，从0到8，AI 已经到了8了，已经到了7.9，快到8了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连专家都不知道 AI 将来会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像这样子的市场的情况，真的不看好。然后美国房市是这样子，我深深觉得大家不要以为不会发生。当次贷危机再次发生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第2天早上醒来还没事，到了下午它就发生了。为什么？次贷危机就这样发生的，因为大家都蒙在鼓里。等到它一爆发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像海啸一样，所以才会叫做金融海啸。我觉得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，随时都会爆发第2次的金融海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几个重要事情 ：AI 泡沫、房市衰退，加上政府关门，美国的经济前景到底接下来怎么走？AI 真的泡沫了吗？舰长又怎么看？我首先要说，刚刚这个主持人说了好几个东西了，这个好比说政府关门啦、AI 泡沫啦、什么房贷啦什么的这些东西，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政府关门其实跟这些都没关，政府关门跟经济没有关系，政府关门它就是一个拨款法案，政党恶斗，就是不让它过，只要这个众议院、参议院跟白宫这个3方面坐下来说好，这个拨款法案我们都同意。它可以在1天之内就解除，就可以临时会议加议，正常的话也不过2、3天。
所以那个跟经济的影响不大，真正影响经济的是通膨。所以你就发现联准会一直在意的就是通膨多少，通膨多少。因为通膨如果高的话，就代表说钱不值钱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就高利率吸引大家去存钱嘛，然后房市就会崩，然后信贷就会紧缩，然后就会裁员，然后消费也会崩，然后 GDP 就垮了。所以联准会你就看他一直在讲，就是我在试图要掌握这个通膨。对，通膨他控制了2年，对，结果最近发布的数字发觉他失败了。所以最近一下突然又衍生出很多问题，它根本是在通膨。至于说这个 AI 这个泡沫化那因为我是软体，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问题 AI 会泡沫化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软体。什么叫软体？我让你到最后全世界只会有一个，好比你说以前有个 Google， 有一个这个雅虎搜索引擎，对不对？最后只会剩下一个。那中国大陆有一个百度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它用政治力介入。如果今天划出全世界所有政治力软体最后的赢家只有叫大哥是活的，过得很好，二哥以后通通就结束。那今天就是全世界太多人投入这个软体，最后只会有一家赚钱。中国大陆现在有9家大公司在做这个大模型的软体最后只会有一家，所以他应该要学习川普。川普在做一个国家队，星际之门，一个国家只能搞一个，9个公司投入。你想他们买了多少晶片，花了多少人，最后只会有一家存活，其余8家都会在这个环境之下被淘汰，因为软体是通的。怎么会说我一个软体，你一个软体，我们用不一样？那个电脑一连路是通通只有一样的。好，谢谢舰长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。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